在美国买房子，别只看面积和价格，要看这5个细节，决定你未来10年居住的舒适的程度。买房子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情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盯着面积、看价格，但是当你住进去的时候，才发现明明是100平米的房子，却总觉得拥挤。看似单价划算，实际上全是无效的空间。其实，比起表面的面积和价格，房屋的布局和空间的利用率，这些细节才是影响你居住体验的关键。今天我来帮大家划重点，5个核心考量点，帮您避开购房的坑，选到真正适宜的家。空间的利用率，不要为了浪费面积买单。房子舒适的与否，不在于面积的多大，而在于空间的使用巧不巧。理想的户型里面，客厅、卧室、厨房这些常用的空间是占主导的。选房子的时候一定要看平面图。如果说标注有大面积的走廊、狭长的过道，大概率是无效的空间，务必实地的考察去确认，避免入住后发现这些活动的区域被拥挤，住得憋屈。格局的方正通透才是硬道理，哪怕房子再大，格局差了也白搭。不规则的户型不仅难装修，而且还会显得局促。我们要优先选择户型方正、宽敞明亮的格局，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等等这些功能的区域采光要通风，而且要到位，既能避免潮湿闷热，也能让家里更显得开阔。不过要注意，通透的户型散热很快，可能会稍微的增加能源的消耗，所以提前做好心理的预期即可以了。单价的陷阱，我们要警惕无效的空间，拉低单价。每平方英尺的单价是重要的参考，但是别被低价所迷惑了。有些开发商会把地下室、无窗户的房子、有承重柱子的空间都算进面积里面，看似单价划算，实际上这些空间的利用率是极低的，相当于花了冤枉的钱。一定要实地的看房子，确认每个空间的实际效用，避免被虚假的单价误导。功能的配置，匹配需求才实用。现在很多新房流行开放式的厨房，客厅、餐厅的设计少了隔墙，确实显得宽敞。但是选房不能盲目跟风，要结合自己的需求。比如说，喜欢在家做饭的人，开放式的厨房可能油烟很重；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，更需要功能分区明确的布局。比起追求的潮流，功能的配置完整并且适合生活的习惯才是最好的。动线的设计流畅与否影响日常的效率。动线就是家里面活动的路线，设计合理能省下不少的事情。比如从厨房到餐厅一定要近，拿菜上菜不用绕路；客厅到卫生间要方便，晚上起夜不折腾。实地看房子的时候，不妨模拟一下日常的场景，从进门放包到做饭，到用餐，到休息，感受一下各功能区的连接是否顺畅，避免动线混乱，浪费时间。买房子不是买面子，而是买日子。面积和价格固然重要，但是空间的利用率、布局、动线这些细节才决定了未来居住的幸福感。建议大家选房的时候多对比，多实地考察，把这些要点都核对清楚，才能避开坑，才能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理想的居所。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大家少走弯路，顺利安家。房地产一方面是房产，一方面也在投资财富，另一方面也能做到传承的目的。财富投资智慧和好的财富管理文化能够传承下去，是代代兴旺的方式。这里有地利人和，祝你在这里置业安家，一家一伙，传承经典，代代兴旺。
为美国境内外高净值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高效优质服务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，请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。